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azer。我们中国刚刚开完两会，而两会通过表决了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的通过，代表着中央再一次加强了对香港的治理和管理。而为什么香港会有今天这样的命运？而香港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呢？为什么今天的香港会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况？为什么今天的香港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中央要表决通过国安法来加强对香港的治理和管理？针对这种香港本地矛盾不断冲突和激化的情况，我们今天做一个讨论。我们今天呢，先说一下我个人观点，我认为香港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香港经济最繁荣最发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而那个时候就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个人认为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香港整个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高潮阶段，而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香港是矛盾重重。首先我们先说一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可能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经济发展我个人认为是整个决定社会稳定的根本因素，也就是经济其实是整个政治稳定的根本因素，是一个根源。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我认为经济都会决定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今天就由这些经济数据来看一看香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讨论，给我点击订阅我，谢谢大家。好，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会从香港的生产总值以及人口就业，包括香港的个人储蓄率，以及香港的债务和房价问题，来多种因素来讨论一下香港的经济问题到底出现了哪些状况，以及探讨一些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规律，为什么香港难逃这样一个历史的宿命。好，先来看第一张图，我们今天会很多图。第一张图是香港的一个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平减指数大家这里不需要过多了解，只需要了解平减指数代表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热度以及通货膨胀程度。平减指数的波动率就是它波动的高低振幅的大小，代表着经济的活跃性。而我们可以看到，从1975年到1995年到90年代末这样一个阶段，整个香港的平减指数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山峰当中不断震荡，也就是每年都是正向增长。而自从1998年、99年亚洲香港金融风暴之后，香港进入了一个经济萎靡期，发现这个数值向下，而且进入了负值期间，一直到08年、09年香港的经济一直在一个震荡区间。而在10年之后，我们发现香港的经济呢，终于进入了一个正向波动期，而这个平减指数的正向波动，发现它的波动率并没有之前高了，现在的波动率也就在5左右这样一个数值。其实这样表明香港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冷却阶段，进入一个低速发展阶段，也就是近20年来香港持续一个经济的低速发展阶段。好，这是第一张图。我们看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其实跟第一张图不谋而合。第二张图呢，是我们香港的人均 GDP 的一个情况，对吧？也就是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样一个情况。在香港地区呢，从1966年到2020年这几十年时间香港的人均 GDP 也在不断上涨而且是突飞猛进。我们看到其实最快速的阶段是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末，也就是从1975年到1995年这段时间呢，是香港的高速发展期。这个时候香港的平均 GDP 人均呢有大概5000这样一个数字，而到了1990年代末有3万这样一个数字，大家看到了6倍的增长。也就是说这20年之间内，香港的人均 GDP 增长了6倍，翻了6倍。再来看，从90年代末一直到08年、09年这样一个阶段，香港的人均 GDP 其实没有增长，这样处于一个平台期。这个时候香港的经济发展其实是略微停滞的。而在这之后，这20年的时间香港其实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期，这跟我们刚刚那个图是基本上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总共分了3个阶段，从高速发展期到平台没有增长期，再到香港的一个低速增长期。但是呢，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什么差距？就是发现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时间，香港的人均 GDP 从
25K， 也就是25000到5万，翻了1倍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而上个20年，也就是从1980年到2000年这样20年时间，香港的 GDP 人均 GDP 从5000到了3万这样水，翻了6倍。这发现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对吧？上个20年是非常快，这个20年就非常慢了。可以看到香港经济其实进入一个增速下滑、低速增长期。好，对比我们中国内地，大家不要觉得哎呀，香港其实变弱了，香港的速度下来了，但是香港还是处于很高的位置。对比来说，我们中国内地还是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你要知道，绝对值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一个综合水平，但是我们中国的国内的绝对值还非常的低，就是人均 GDP 啊，我们的中国人均 GDP， 国内内地的 GDP 是1万美元啊。对比香港呢，我们发现香港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香港在7几年、8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而我们中国呢，不对，香港在1990几年达到这个水平，而我们中国现在刚刚碰到1万美元大关，对吧？证明我们中国跟香港还有很大差距的。对，我们中国内地跟香港还是很大差距的。但是我们中国内地基数很小，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内地这个本来就人很多，而且呢经济确实不怎么好。这2年发展确实很快啊，这样一个基数小，导致我们高速发展，增速看起来很快。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大空间，我们的绝对值还是很低的。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经济状况跟香港的还是差很多，对内地跟香港的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除了看这个经济宏观之外，我们再来看人口和就业。看香港的人口是在不断增长的，对吧？国内也是一样。香港呢，总共有不到800万这样一个人口，大概700多万这样一个人口数，这2年还在增长。而香港这2年的就业人数呢开始下降了，也就是看到这个表格之后呢，从19年开始，香港的就业人数开始有小量下滑，而香港的这个就业人数下滑的同时呢，失业率开始上升了。看到我们这个第2张图啊，香港的一个失业率的图，失业率我们看到1998年、99年香港的失业率达到一个顶峰，在6这样一个数值，而在03年又达到一个顶峰。为什么？98年、99年是香港的亚洲金融风暴，03年是非典，那个时候香港稍微影响比较严重。而08年香港又再一次失业率飙升，而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我给你画的这个箭头，这个数值代表着香港最新的失业率是5.2%，这表明香港的失业率再一次达到了一个小的巅峰，对吧？这证明什么呢？证明目前的香港人口还在涨，但是就业人数开始下滑，整个经济还是没有很大起色。这个时候失业率上升，社会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很多呢无业人员，很多年轻人没有事情干，他们没有工作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游手好闲，本来呢该由工作占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干一些别的事情，对吧？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动荡。再来看看我们国内的就业情况是什么样呢？这里没有数据和表格，我就说一句话，这句话是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说的话，就是我们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数值，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总共13亿，大概将近一半的人一个月只赚1000块钱。我想问，1000块钱你能干什么？作为观众的你觉得你的收入一个月多少钱才比较合适，对吧？我们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都只能赚1000块钱，那我想问，这还是李克强总理说的话，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证明我们中国内地跟香港的一个收入水平差距还是很大的，对吧？好，我们再来继续看香港，我们从储蓄和债务的角度来看香港，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总储蓄率在08年以后开始下跌，而且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来的储蓄率就不是很高，对比我们国内呢，我们国内的储蓄率其实非常高的，而且我们中国老百姓世界上最爱存钱的人，对吧？我们中国的储蓄率大概是40%到50%这样一个区间，很高很高啊！而且呢，这2年是有所下滑了。香港呢是在25、28、27这样一个区间，非常的低。我们中国内地的储蓄率大概是香港的1倍左右。发现香港人其实不怎么爱存钱。再来看对比储蓄率，我们来看债务情况。我们看到香港的家庭债务占总国内的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逐年上升，也就是说，香港的债务问题，香港家庭的债务在不断上升。我们中国国内呢，中国国内内地的家庭债务也在不断上升，但是你要看看这个绝对值是不一样的。香港的家庭债务占比是70%左右这样一个数值，而我们中国内地是50%，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内地的家庭杠杆率还不是很高，而香港的债务问题已经相当比较严重了。再对比刚刚的储蓄率，对吧？发现香港的居民其实储蓄率很低，但是债务很高，也就是说他们钱不够花，这导致他们整个矛盾开始激化了。我们国内虽然看起来现在可能失业，经济上不太好，但是呢，我们的家庭债务占比还不是特别高，而且储蓄率相对来说比较高，虽然可能开始下滑，但是还比较高，所以矛盾暂时没有激化。反观香港，跟我们差距就很大。香港的储蓄率低，债务又高，所以导致了香港的一些矛盾激化。再来看房价，看到我们香港这张图大家要知道这2年房价一直在涨内地和香港都是一样的，但是香港涨得更可怕。香港的房价可是全球首冠自从这2000年以后，香港房价一直在上涨当中，而且在2020年，香港房价现在是20万港元一平，20万港元非常夸张在上海的房子也就大概8万、10万这样一平，香港是20万港元一平。房子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资产的锚定，而很多富人基本上财产都是房子、土地。所以我们看到第2张图就是贫富差距严重，香港的房价不断上涨会加速这种贫富分化效应。我们看到彭博统计的这个数据前10大富豪占整个 GDP 的比重，发现香港排在第1位。香港的前10大富豪占据了整个香港的 GDP 的35%，也就是30%财富都归这10个人所有。整个发现这个问题了，香港的房价全球领先，而且香港的少数富豪占据了大部分香港的财产，而且整个香港的社会财富锚定效应非常严重，也就是阶级固化，无法继续产生社会阶层的流动。也就是说，本来你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能力，可以继续去赚更多的钱，让自己跃升一个台阶。但是现在由于整个经济的畸形，失业率变高，房价又很高，然后富人又占据了大部分的财产和资源，这个时候你的流动性变得很差，你很难再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更多的钱。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一个阶级固化效应，而且社会财富不再能重新分配，这个时候导致了香港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所以我们刚刚通过香港的这个经济、就业以及债务、储蓄，包括香港的房价问题，发现香港的经济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香港的矛盾激化就是因为这些经济问题才来导致的。所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香港，我们现在中国国内呢，可能有很多经济问题，我们需要去参考和考量这些问题。再来说一下我认为社会的两极化有2种，一种是经济财产的两极化，也就是贫富分化；一种是人的意识形态、你的认知的两极化。我认为这2种两极化都是非常可怕的，都会带来严重的矛盾激化和恶劣影响，都会造成社会动荡。我个人是不愿意看到这两极化的发生的，但是目前香港已经发生了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发生了经济财产的两极化，这种矛盾激化在全球是基本上没有的，对吧？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这个社会两极化、财富贫富分化这种趋势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的大周期，是人性所导致的。之前有个实验，一个规律，就是说有100个等值的数，让这100个等值的数开始随机产生交易，到最后实验了很多次、几万次之后，发现这些数不再等值，而是呈一个阶梯状或者指数状分布，大的数值特别大，小的数值特别小，这是一个数学现象、数学规律。我个人还没有就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解开的东西，但是这证明了财富的两极化是必然的，每一次历史进程都是必然会发生这种两极化的现象，然后产生一些动荡，社会矛盾激发，然后再进入一个洗牌阶段，产生新的周期，新的历史再开始发展。我认为现在香港的问题并不只是香港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只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缩影。我认为香港问题不能只靠镇压和暴力来解决，而是要想一想到底如何发展香港的经济，如何让香港重归繁荣之路，如何让香港的人缩小贫富差距，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而这种社会两极化这种规律，这种数学难题，我觉得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认为历史的循环往复，周期从不停歇，可能有人性的地方就逃不出这样一个宿命。所以我个人是一个宿命论、历史的周期论者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呢会讲，我认为香港是我们中国影视文化的巅峰，为什么香港会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赞扬和鼓励呢？我们这一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香港、台湾文化长大的，所以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期呢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订阅我。今天我们就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香港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到底是如何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